在《疯狂动物城2》中巧妙地隐藏了关于《疯狂动物城3》的线索。细心的观众相信已经在影片中找到了相关的彩蛋。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景中，人气角色本杰明正在输入一个密码。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读到一条秘密信息：第3部是真的存在的，而且鸟类也是真的。这一点与片尾场景的彩蛋非常契合。影片结束时，我们可以看到一根鸟羽落在了朱迪公寓的窗台上。这些暗示让观众们对《疯狂动物城3》充满了希望。虽然《疯狂动物城2》整整用了9年时间才推出，但这次或许不用等太久，就能迎来第3部影片的上映。因为仅仅在上映的首个周末，《疯狂动物城2》就狂揽了5.56亿美元的票房。2025年最成功的院线电影之一即将迎来第2部，《我的世界》续集已经得到了官方的确认。《我的世界》第1部电影多年来一直卡在开发阶段，因为要把一款几乎没有明确剧情的游戏改编成一部电影，难度是非常大的。不过最终，《我的世界》远超预期的票房成绩给出了答案。在2025年，全球票房比《我的世界》更成功的只有《星际宝贝》和中国的票房冠军《哪吒2》。因此，《我的世界》推出新的续作也只会是时间的问题。影片片尾的2段彩蛋也给出了一些微妙的线索。当史蒂夫最后回到自己的老房子时，遇到了一位名叫艾利克斯的女性。很多《我的世界》的粉丝都知道，艾利克斯和史蒂夫分别是游戏中可以被操作的角色。导演杰瑞德·赫斯也透露，艾利克斯将在续集中被作为核心角色。他与史蒂夫一样，都是《我的世界》中极其重要的人物。所以，毫无疑问，续集要讲的就是史蒂夫与艾利克斯的故事。在另一段片尾彩蛋中，我们得知由詹妮弗·库奇饰演的马林和村民傻瓜尼特维特打算结婚。因此在续集中，完全可以期待一条围绕2人婚礼而展开的幽默复线剧情。此外，在第2部的官宣中还包含了另一个引起粉丝们热烈猜测的特定线索。2025年10月，华纳影业发布了《我的世界2》的首张官方海报。海报上可以看到2把斧子，但其中一个的细节尤为引人注意，那就是这把斧子上隐约闪烁着紫色的光泽。这自然会让人立刻联想到游戏中的末地。末地是我的世界中的3大维度之一，也是传奇生物末影龙的家园。那么，末影龙会不会成为第2部中的终极反派呢？导演杰瑞德·赫斯曾多次强调，游戏中的很多元素因为篇幅限制，没能出现在第1部电影中。因此，在《我的世界2》中加入末影龙的可能性非常高。此外，这张海报还透露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的世界2》将于2027年7月22日上映。新的11罗汉电影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在接受综艺杂志 Variety 采访时，乔治·克鲁尼透露了一些关于这部热门系列电影的最新细节。在采访中，他还谈到了确认的演员阵容以及计划中的开拍时间。作为好莱坞的超级巨星，乔治·克鲁尼已经成功促成了原3部曲中几位核心演员的回归，其中包括布拉德·皮特、茱莉亚·罗伯茨、马特·达蒙以及唐钱德尔，加上最近刚刚宣布也将回归的男明星安迪·加西亚。可以说，11罗汉的整个原班人马都已经集结完毕了。尽管这部新电影将不会依赖过多的怀旧元素，但是角色的年龄问题却依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在被问及这些主角们是否都已经太老，可能不适合再次扮演惊天大盗的时候，乔治·克鲁尼巧妙地回答道：“我们的身体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我们依然足够清醒和聪明，我们知道应该如何脱身，并且成功的全身而退。”在创作方向上，11罗汉14参考了由迈克·凯恩和摩根·弗里曼主演的经典电影《3个老枪手》。这部电影讲述了3位年迈却依旧机智的老人，在被逼到绝境后，决定联手策划一场疯狂的抢劫，以对抗命运不公的故事。目前，11罗汉14的剧组正在寻找合适的拍摄地点，他们希望能在2026年10月正式开机。不过，这部电影的具体上映日期目前仍然尚未确定。此外，根据 Variety 的报道，大卫·雷奇目前被视为是最有可能的导演人选。他曾凭借《子弹列车》、《特技玩家》以及《死侍2》取得了辉煌的票房成绩。
一部全新的黑衣人电影将继续由威尔·史密斯出演。索尼影业也确认，正在开发这一经典系列电影的又一部续集。目前，《绝地战警：极速追击》的编剧克里斯·布拉姆纳正在负责撰写剧本，但故事的细节和上映日期都没有被公布。之前的续作《黑衣人：全球追击》尽管有像克里斯·海姆斯沃斯这样的明星加盟，却并未在票房上取得成功。不过，整个黑衣人系列电影累计约19亿美元的全球票房，还是成为了索尼再次尝试黑衣人电影的动力。对于《我是传奇》的影迷来说，好消息终于来了。威尔·史密斯最近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聊到了这部即将推出续集的末日电影。在访谈中，他透露了一些关于黑豹主演迈克尔 ·B. 乔丹所饰演角色的细节。此前，外界一直猜测乔丹扮演的角色将会是威尔·史密斯在片中角色的儿子，但这位好莱坞明星终于彻底澄清了这一传闻。乔丹并不会饰演自己的儿子，相反，他将扮演一位康涅狄格州幸存者定居点的领袖。史密斯还谈到了这部续集的诞生过程。起初，他和编剧阿基瓦高兹曼曾考虑过拍摄一部前传，但最终他们还是决定将以续集的形式继续讲述《我是传奇》的故事。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我是传奇2》将衔接第一部电影的另类结局。在最初的院线版本中，主角奈维尔并没有幸存，但在后来推出的家庭影音版的结局中，他则幸存了下来。也正因如此，威尔·史密斯才能在第二部中继续担任主角。此外，《我是传奇2》还会出现一个跨度达数十年的巨大时间跳跃。不过，在我们真正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这段故事之前，也需要等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目前这部影片还没有公布具体的上映日期。招魂宇宙正在持续扩展，所谓的最终篇章第5部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制作阶段。不过，这一次将会是一部前传，故事也将发生在此前的所有事件之前。编剧依然是招魂4和修女2的原班人马。詹姆斯·温也会再次回归，担任制片人以及创意总负责人。新的变化在于导演的人选。目前讨论中的热门是法国电影人罗德里戈伊斯，他因多部获奖的恐怖短片而闻名。由于这是一部前传电影，所以我们这次可以期待会看到艾德和洛林·沃伦的年轻版本。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招魂5》的具体剧情内容，不过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相关消息。将士神通的粉丝们可能要感到失望了，因为根据 Deadline 杂志的报道，派拉蒙影业将取消《安的传说：将士神通》在2026年的院线上映计划。这部电影将在2027年秋季独家登陆 Paramount Plus 平台。因为制作周期与高质量动画效果的要求，将士神通的上映日期已经连续被推迟了多次。从最初的2025年10月10日到2026年的1月30日和10月9日。相信在2027年上映时，这部影片修正后的视觉效果一定会给影迷带来惊喜。在内容方面，将士神通也将回归这部人气系列动画片的核心设定。安得知，一种古老的力量可能是拯救他濒临灭绝的族群和维护世界平衡的唯一希望。于是，安和朋友们踏上了充满危险的环球冒险，以寻找这种力量。据报道，这部动画电影的配音阵容相当亮眼。新加入的配音演员包括蒂卡维提、弗里达平托以及奥斯卡奖得主关继威。他们将加入戴夫巴蒂斯塔、埃里克南以及行尸走肉演员史蒂文元共同组成的配音阵容。此外，派拉蒙公司在制作这部电影的同时，还同步推进了其他与将士神通相关的作品，比如动画剧集《将士神通七重天域》由 Avatar Studios 与尼克国际儿童频道联合制作。故事发生在一个经历了毁灭性灾难后几近崩溃的世界。剧情的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土系御术师，他发现自己在轮回之后成为了新的将士神通，但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他并没有被视作救世主，反而被怀疑是可能毁灭人类的潜在威胁。